你就一个臭烘焙的，早就该滚了。给网红店腾位置是给你脸了，今天必须搬。我砸了30万家底，把废弃商场做旺，让商场年赚500万。可老板为了给网红店腾位置，竟然不惜一切手段让我走。殊不知，撑起这商场的4家顶流旺铺，全是我家人开的。我冷笑一声，拨通了对面商场老板的电话。这个商场3楼，2年前刚开业时，连个鬼影都没有。是我第一个签了约，砸了30万装修，死扛了整整2年，硬生生把整层的人气带了起来。到了周末，我店门口买蛋糕的队伍能一直排到电梯口。现在租期到了，物业经理王强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肥胖的身体把转椅压得吱呀作响。他手里盘着一串吊色的星月菩提，笑着递给我一份新合同。我扫了一眼数字，眉头皱了起来。王经理，这太高了，能不能谈谈？王强嘴角的笑容瞬间收敛，他往后一靠。嫌贵。苏老板，隔壁那个新进驻的奶茶品牌，人家出价可是比你高了1倍。要不是你一直占着这个好位置，人家大品牌早签了。可我合同还有3个月才到期，我冷着脸提醒他。王经理，可我合同还有3个月才到期。王强嗤笑一声，夹着烟的手指故意将一截灰白的烟灰弹在了上面。3个月到了，你必须搬。你要是10项提前搬，我还能给你免了违约金，就算是我照顾老租户了。我盯着合同上那团刺眼的烟灰看了足足5秒，胸口有一团火在烧，但我硬是压了下来。行，那我明天就搬。王强明显愣住了，盘核桃的手都停在了半空。你明天搬，你吓唬谁呢？你连个下家都没有，搬去大街上喝西北风。我头也不回地往门口走去，走廊里的感应灯坏了2个月都没人修，昏暗无比。就在我走到电梯口时，手机突然剧烈震动起来，是店长小袁打来的电话，声音里小袁绝望地跟我说：念姐，店里突然断电了，几万块钱的动物奶油全化了，客人们都在闹着退单。断电？整个3楼只有我一家店在营业，早不断晚不断，偏偏这个时候断。我猛地回头看向走廊尽头，王强正隔着玻璃门对我举起保温杯，露出一个阴毒的冷笑。怎么断的？物业说线路检修，可是我去看了，整个3楼就我们店没电，隔壁空铺的灯都亮得刺眼。小袁，你快安抚客人，退单的双倍赔偿，我马上到。挂断电话，我走进电梯，直接按下了1楼。我靠着电梯壁，心里沉甸甸的。电梯门一开，金碧辉煌的灯光瞬间晃了眼。1楼中庭正对着的是本市最大的黄金珠宝集合店。我妈正戴着老花镜，坐在玻璃柜台后面，噼里啪啦的打着算盘盘账。听到我高跟鞋的脚步声，今天不是去续租吗？脸怎么黑得像锅底一样？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猛灌了一口温水。合同没签，王强涨了40%租金，还故意断了我店里的电。我妈拨算盘的手猛地停住，她把账本啪的一声合上，摘了老花镜。他疯了！这2年3楼的客流是谁带起来的？他心里没点数。他说隔壁新来的奶茶品牌出价高1倍，人家过河拆桥了。过河拆桥？女儿啊，那你怎么想？我明天就搬。我妈盯着我看了几秒，突然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老李啊，对面万象城1楼东北角双开门商铺还在吧？对，我要了，今晚就签。你4楼那个木头老公还有5楼那个不着料的弟弟通知了吗？还没。去吧，让他们准备好，1楼交给我。妈，你这边店面大，提前走违约金可不少。怕什么？老娘在这条街卖金子的时候，王强那损子还在穿开裆裤呢，我会怕他？我就不信了，他还能把我吃了不成？我妈的霸气让我心里有了底。我转身走向电梯，按下了4楼。王强以为断我的店就能逼我低头，但他绝对想不到，这个商场里到底是谁在养着谁。电梯门在4楼打开，震耳欲聋的重低音扑面而来。占地2000平米的晨光健身房，器械区人满为患。我老公陆晨光着膀子，正在拿几百斤重的哑铃做硬拉训练，他那身结实的肌肉上挂满了汗水，在灯光下反着光。看到我，他轻松地将几百斤的杠铃放下，拿毛巾胡乱擦了擦脸。苏大老板，今天怎么有空来查我的岗？王强把我店里的电断了。他手里攥着那条毛巾，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指关节捏得发白。我去找他。不用去，我决定不续租了，明天搬。想好去哪儿了吗？对面新开的万象城，妈已经把1楼定了。我去给万象城招商部打电话，4楼整层，我今晚就让人来连夜拆器械。你的会员怎么办？带过去，隔着一条街，
走过去5分钟当热身了。我点点头，继续上了5楼。5楼是极光电竞馆，我弟苏阳正叼着棒棒糖，双脚翘在电竞椅上，键盘敲得震天响。苏阳，姐，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啊？吓死我了！收拾东西，明天搬家。搬家去哪儿？对面万象城。操！我早就想去那边了。这破商场网速慢得像狗爬，王强那个爸还天天找茬收老子什么狗屁设备管理费。姐，今晚我通宵拆机子，要不要我叫几个兄弟去帮你搬？不用，管好你自己。我搞定了4楼和5楼，心里长舒一口气。可当我回到3楼我的店铺时，却看到店里一片漆黑。小袁他们几个小姑娘躲在后厨，正用手电筒照着满地狼藉，哭得浑身发抖。怎么回事？姐，王强刚才带了几个保安过来，他说电缆烧了，要修3天，勒令我们这3天绝对不准营业。我看着满地化作水滩的昂贵奶油，冷冷地吐出4个字：去把门锁上。锁门？对，拿上你们的私人物品，今天提前下班，带薪休假3天。3天后，我带你们去新店。第2天上午10点，我带着2个搬家公司的师傅推开了3楼店铺的门，店里依旧没电，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奶油发酵的酸臭味。正当我指挥师傅拆卸展示柜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高跟鞋尖锐的嘟嘟声。哎呦，这味道也太难闻了吧！这就是那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店，这装修也太土了。王经理，你确定这破地方风水好？绝对好，林总您看这位置正对着手扶电梯，客流全往这儿涌。之前就是被这种低端小蛋糕店给糟蹋了，换成您的星茶，绝对引爆全场。你就是那个死赖着不走的穷租户。我没理他，转头对搬家师傅说：师傅，那个进口咖啡机小心点，别磕了。好嘞，苏小姐。喂，我跟你说话呢，你聋了？他踩着高跟鞋嚣张地走进来，这地板也得全砸了，什么破品位？他看了看我刚整理好的纸箱，赶紧滚蛋，别耽误我设计师量尺寸。我看着被踢翻的纸箱，冷冷地盯着他。这店的租期还有3个月，请你立刻滚出去。林总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直接从爱马仕里掏出一张名片，甩在我的脸上。名片轻飘飘地落在地上。看你这可怜样，估计被赶出去也没地方去吧？去我新店当个保洁吧。看在你把这块地腾给我的份上，给你开3000底薪。不过你得把你身上那股穷酸气洗洗干净。你们怎么说话的？人家苏老板平时对我们客气的很，你们算什么东西在这大呼小叫？林总翻了个巨大的白眼。还带了2个干苦力的护花使者啊！师傅，干活，狗咬人，人不能咬狗。你骂谁是狗？我弯腰捡起他的名片，当着他的面撕成2半。谁接话谁就是。王经理，带着你的贵客滚出去，不然我现在就报警说你们私闯民宅。行，苏念，你硬气，我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他转头变脸，哄着林总出去了。临走前，林总还故意撞翻了我门口的广告牌。下午2点，东西装的差不多了，我让师傅推着最大的那台几百斤重的商务烤箱走向货梯，按了半天按钮，货梯门纹丝不动，旁边贴着一张粗心的白纸：货梯检修，暂停使用。我拿出手机拨通了王强的电话。货梯怎么回事？钢丝绳老化了啊，苏念，我早说了，你那些破铜烂铁搬不走的，不如你现在来我办公室，给我和林总磕头道个歉。我心情一好，这货梯说不定立马就修好了呢。我直接挂断了电话。苏老板，这可咋办？几百斤的烤箱，走楼梯根本下不去啊！我看着那台像铁塔一样的进口烤箱，又看了看隔壁林总马上要接手的空铺大门。师傅，这台烤箱我不要了，就给我把它横着卡在这儿。我们下楼，好戏在后头。巨大的烤箱如同定海神针，把新茶的大门堵得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带着师傅走向1楼大厅。那里，王强正带着10几个保安把1楼的大门死死堵住。几个保安凶神恶煞地拦在货车前面，死活不让走。我妈今天早上特意去医院开了假条，租了个轮椅坐着。赶紧滚开！老娘押金还有50万在你们账上，扣掉违约金，你们还得倒找我钱。流程要走3个月，违约金今天必须交现金，想痛痛快快的走没那么容易，没有我的条子，今天这车出不了大门。谁说出不了大门？4楼的电梯叮的一声开了，陆晨带着7、8个健美教练向王强那边走去。陆晨，你别乱来，法治社会我随时报警。报警？好啊，你以为你做假账天衣无缝？昨晚我查询了商场这3年的公开招标数据，跟你老婆名下的空壳公司账户一怼对，你虚报设备费、清洁费的资金流向，我连可视化图表都能给你做出来。5楼的电梯门也开了，我弟苏阳带着几个黄毛小兄弟推着电脑主机出来。姐夫，我都录下来了，这孙子拦着货车勒索现金，这算敲诈勒索吧？王强看着满地自己贪污的铁证，又看了看苏阳正在录像的手机，冷汗瞬间浸透了衬衫。
他哆嗦着拿出手机，当场退了20万。可当我们的车队浩浩荡荡开向对面新商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舆论战才刚刚拉开帷幕。万象城对面刚刚试营业1周的全新商业综合体，招商部经理陈飞亲自在办公室给我倒了杯咖啡，笑颜如花。苏老板，租金免半年，后续打8折，物业费全免。你们这家子可是送了我一份大礼啊！我明白，老商场一半的周末客流都是冲着我们4家店去的，我们一走，那边就是个空壳。陈飞递给我一个平板，视频里那位香奈儿林总正穿着暴露的吊带裙，拿着大喇叭在我的老店门口喊我们倒闭了，墙上还被泼了刺眼的红油漆。这女人够恶心的，让她喊，爬得越高，摔得越惨。我拿出手机，直接在5000多人的老顾客 VIP 群里发了一条长消息，说明了物业恶意涨租、断店逼迁的真相，并宣布新店处置翻倍，全场5折。消息一出，群里瞬间炸了，涨租还断店，恶心吐了，坚决抵制新茶，绝不去喝。我看着满屏的声讨，微微一笑，转头对陈飞说，陈总，外面那块几百平米的巨型 LED 屏能借我用1天吗？第2天，正对着老商场的大屏幕上亮起了黑底白字的巨幅海报，距离全线入驻万象城还有3天。海报最下方是一行极具杀伤力的小字，感谢老东家的不杀之恩，让我们找到了更好的家。这块屏幕就在市中心最繁华的路段。当王强端着茶杯在办公室里看到这行字时，一口茶直接喷在了屏幕上。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捅了多大的篓子，疯了一样冲向了大门口。王强站在商场大门口，抬头死死盯着对面的 LED 屏，脸上的横肉剧烈哆嗦着。1楼、4楼、5楼，他们全搬到对面去了。他们是一家的。他猛地揪住保安的领子，声音都在发颤。拨通国外大老板的电话后，电话那头的咆哮声震耳欲聋。这4家店贡献了40%的客流，你把他们全放走了，处理不好你给我卷铺盖滚蛋！王强吓得瘫在石狮子上，满头大汗。这时，一辆红色保时捷嚣张地停下，林娇娇踩着高跟鞋走下车，满脸不屑，怕什么？我是有200万粉丝的网红，明天我试营业，粉丝绝对把这商场挤爆。然而第2天，现实狠狠地抽了他一记耳光。除了几个拿钱凑人头的群演，商场里冷清得像个鬼屋。1楼没了金店的璀璨，4楼没了健身房的狂热重低音，5楼更是连个鬼影都没有。习惯来这里的年轻人一夜之间全蒸发了。林娇娇在台上喊破了音，直播间里却涌入大批我的老顾客，疯狂刷屏，抵制新茶，逼走苏记的垃圾品牌，装修土的掉渣。气急败坏的林娇娇一把关掉直播，冲进办公室，指着王强的鼻子撒泼，要求减免租金，两人像疯狗一样咬成一团。而此时，马路对面的万象城里却正在上演另一番惊人的景象。万象城里人声鼎沸，排队的队伍直接挤到了电梯口。我们4家店的资源彻底打通，在1楼金店买首饰送烘焙礼盒，在4楼办健身卡送5楼电竞馆网费，电竞比赛的奖品直接是足金转运珠。这套完美的商业内循环，让客流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下午3点，王强戴着个鸭舌帽，像做贼一样偷偷溜到3楼扶梯口打探敌情。看着我店门口长龙般的队伍，他的脸色灰败得像个死人。我亲自端着一杯美式走过去，递给他，王经理，为了拿回扣赶我走，结果把自己的路走绝了，感觉如何？你胡说，谁拿回扣了？王强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尖叫，这一嗓子立刻引来了周围老顾客的注意。这不是对面那个黑心物业经理吗？就是他把念姐赶走的，滚出去！几个脾气暴躁的大哥直接挽起了袖子，吓得王强灰溜溜的抱头鼠窜。回到老商场，林娇娇算完今天280的营业额，留下轻飘飘的一句这破地方风水不好，我干爹不投了，直接无视违约金跑路了。晚上10点，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王强的手机像催命符一样响起，大老板冰冷的声音刺透了黑夜，王强，你被开除了，贪污的账我已经查清，法务明天就报警，你准备进去蹲着吧。电话掉落，屏幕粉碎。但这还远远不是最绝望的时刻。王强被抓，网红新茶连夜跑路的消息，第2天就炸翻了老商场，剩下的散户商铺彻底陷入了恐慌。苏记他们都走了，商场没人气了，这生意怎么做？带头的大姐冲进管理处，不到半天，要求退租的人海把大门挤得水泄不通。大老板周总急得连夜从国外飞了回来，站在宛如废墟般的1楼大厅，他脸色铁青的让助理去查我的背景。得知我们一家子垄断了这片区域的核心客流量后，他深吸了一口气，备车去万象城。下午，一辆黑色迈巴赫停在楼下，50多岁的周总带着助理走进我的店，姿态依然带着上位者的施舍。苏老板，只要你带家人搬回来，免1年物业费，租金减半，条件随便你开。我合上账本，看着他觉得好笑。周总，我在你那儿扛了2年把死场做活，换来的是涨租、断店和羞辱。你觉得钱能解决一切问题？苏念，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万象城虽新，但底蕴不如我，你真以为他们能一直给你这么好的条件？周总的语气冷了下来，带着资本的傲慢。这就不劳周总操心了。
我站起身，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周总猛地站起，咬牙切齿地说：“咱们走着瞧。”气冲冲地离开了。他并不知道，他马上要面对的不是一个租户的拒绝，而是一个庞大商业体彻底陨落的丧钟。周总回去后开始疯狂撒钱，他在各个渠道投放广告，搞全场一折大促，甚至请了几个明星来站台。这招确实短暂地拉回了一点客流，但这只是饮鸩止渴。那些被一折吸引来的大妈们抢完打折鸡蛋就走，根本不消费。明星一走，商场立马又恢复了死寂。而那个不可一世的新茶，在硬撑了1个星期后，悄无声息地关门了。林娇娇连夜跑路，连设备都没敢拉走，因为拖欠员工工资，她那扇奢华的门被人泼满了刺眼的红油漆，跟她当初找人拖我的一模一样。1个月后，老商场的空铺率达到了惊人的 60%，2楼一整层卖服装的全跑了个精光。周总急得头发都白了，四处托关系，想找人接盘，但一个被抽干了客流的死场，谁买谁是冤大头。这天下午，我正在新店后厨研发新品，手机突然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喂，是苏念吗？电话那头的女人声音沙哑，带着一丝耳熟。我停下手里的动作，我是林娇娇，新茶的老板。我冷笑一声，刚想挂断，她却突然在电话里急忙喊道：“等等，别挂！我知道王强的一个秘密，跟你们家有关的。”林娇娇接下来的话让我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了。半小时后，万象城1楼星巴克，林娇娇没穿香奈儿，也没拿爱马仕，穿着一件起球的普通 T 恤，头发有些凌乱，透着浓浓的疲态。说吧，什么秘密？我坐下，冷冷地看着他。他咬了咬发白的嘴唇。其实当初王强非要赶你走，是因为有人给了他一笔巨款，让他必须把你赶出那个商场。我听到他打电话的时候叫对方陆总。陆总，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去响。除了陆晨，我认识的姓陆的人里，有谁能拿出这么大一笔钱非要针对我？可陆晨每天在健身房泡着，为了搬家忙前忙后，他没有任何理由赶我走。林娇娇眼眶红了，声音里带着哀求。王强进去之后，把责任全推到我头上，说是我指使他断电的。我干爹因为这事跟我翻脸了，我现在什么都没了。你能不能高抬贵手，别让法院冻结我的账户了？撤诉不可能，但如果你愿意出庭作证，我可以考虑和解。我站起身，毫不留情。林娇娇，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我走出星巴克，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一个可怕的猜测在我脑海中成型。我颤抖着手拨通了我妈的电话。妈，陆晨的父亲是不是回国了？电话那头死一般的沉默后，传来一声长叹，你还是知道了。晚上，我和陆晨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客厅里只开了一盏昏暗的落地灯。所以是你爸指使王强赶我走的。我盯着他，声音出奇的平静。陆晨低着头，双手死死交叉握在一起，肩膀微微发颤。是，他觉得你开个小蛋糕店，抛头露面的丢了陆家的脸。陆晨抬起头，眼睛里满是熬夜的红血丝。他想逼你回家做全职太太。我气急反笑，丢脸？我靠自己双手正大光明的赚钱，怎么就丢脸了？那你呢？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我是那天王强断电之后去查了他的账户流水，才发现我爸的助理给他打过钱。陆晨急切的解释，想要拉我的手，我怕你跟我爸起冲突。我本来打算拿贪污的证据威胁王强，让他闭嘴，让这事过去。我一把甩开他，站起来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男人。你爸买通物业断我的电，砸我的招牌。如果不是我当机立断搬家，现在我就已经被他逼得走投无路了。你作为丈夫，第一反应居然是隐瞒。明天让他来见我。我指着门外，看着痛苦抓着头发的陆晨，一字一顿，他不来，我们就离婚。第二天，万象城顶楼的 VIP 会客室，陆振国拄着紫檀木拐杖，带着凛冽的气势推门走了进来。陆晨的父亲陆振国穿着一身价值不菲的定制唐装，气场十足。他冷哼了一声，在真皮沙发上坐下，看都不看我一眼。对付你这种不识抬举的女人，只能用点非常手段。你那个破店一年能赚几个钱？还不够我买辆车的。我没起身，端起桌上的茶杯，优雅地喝了一口。所以我把它搬到了万象城。现在他1年的净利润大概能买你10辆车。陆老先生，时代变了，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品。牙尖嘴利，陆振国不屑地冷笑，你以为你搬到这里就赢了？万象城的开发商我认识，只要我一句话，你照样得滚蛋。是吗？我拿起桌上的一份绝密文件，直接推到他面前，那你可能要失望了。陆振国皱着花白的眉毛，漫不经心地拿起文件，只看了一眼，他的脸色瞬间惨白。那是万象城 15% 的股份认购书，签名是苏念。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他死死盯着我，像看一个怪物。我妈卖了一辈子金子，我弟打电竞拿了世界冠军，再加上我这几年攒的血汗钱。我微笑着站起身，双手撑着桌面俯视着他。陆老先生，我现在不是万象城的租户，我是这里的股东。你想让我滚蛋，可能得先问问董事会同不同意。陆振国的手猛地一抖，那根名贵的紫檀木拐杖差点砸在地上。
陆振国走了，来时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背影佝偻的像老了10岁。陆晨僵立在门外，看着他父亲离开，没有追上去。他走进会客室，眼神里满是挣扎。念念，不用说了。我走到落地窗前，俯瞰着下面车水马龙的繁华街道。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我不怪你，但我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些无法调和的东西。你习惯了在你父亲的阴影下妥协，而我绝不妥协。你需要想清楚，你到底是陆振国的儿子，还是苏念的丈夫。等你有了答案，再来找我。陆晨沉默了很久，最终红着眼眶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会客室。那一刻，我深吸了一口气，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3个月后，老商场彻底破产清算，周总因为涉嫌多项经济纠纷被限制出境。那栋大楼被贴上了刺眼的封条，孤零零地立在市中心，像一个巨大的墓碑。而我们所在的万象城成了这座城市新的地标。周末的下午，我店里的队伍依然火爆地排到了电梯口。小袁兴奋地跑过来，递给我一份报表。念姐，这个月的营业额又创新高了。我笑着签上自己的名字，干得不错。下个月给大家发大红包。就在这时，门口的风铃响了，玻璃门被轻轻推开，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他脱下了笔挺的西装，穿着普通的休闲服，手里提着一个还在冒热气的保温盒，定定地看着我，眼神里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锋利与决绝。来人是陆晨，他脱下了平时那身高定的西装，换上了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普通休闲服，手里提着一个还在冒着热气的保温盒。他把保温盒放在柜台上，定定地看着我，眼神里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锋利与决绝。我熬的鸡汤。他声音沙哑，却很稳。我已经正式从我爸的公司辞职了。不仅如此，我把名下的股份全还给他了，算是净身出户。我切蛋糕的手顿了一下，你那家2000平的健身房呢？交给我徒弟打理了，我只拿分红。他笑了笑，笑得有些如释重负。我打算自己创立一个体育用品品牌，不靠陆家的1分钱资源，从头开始。我看着他，你想清楚了？这条路没那么好走。想清楚了。他隔着柜台用力握住我的手，我是苏念的丈夫，以前是，以后也是。保温盒里的鸡汤散发着浓郁的香味。我没有挣脱他的手，端起旁边的咖啡喝了一口，掩饰嘴角的笑意。行吧，晚上去我妈那吃饭。他念叨你好几次了。陆晨的眼睛瞬间亮了。就在我们享受这难得的温情时，陆晨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接起电话，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挂断后，他苦笑着看向我，我刚预定的首批设备器材，银行卡被冻结，交易失败了。我爸的报复比我想象的还要快。陆振国的动作很辣且精准。他不仅冻结了陆晨所有的私人账户，还动用了他庞大的商业帝国资源，对我们展开了全面的围剿。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了店长小袁带着哭腔的电话，念姐，出事了。咱们长期合作的3家烘焙原料供应商同时打来电话说要解约，咱们的进口黄油、高筋面粉和特级淡奶油全给断了。我立刻赶回店里，拨通了最大供应商的电话。苏老板，真对不住。电话那头，供应商老板的声音透着无奈，有人以高出市场价20%的价格买断了我们全年的产能，并且在合同里加了死规定，绝对不能给万象城供货。我们惹不起啊！陆振国这是要釜底抽薪，活活掐死我的供应链。小袁看着冷库里仅剩的存货，急得直抹眼泪。姐，冷库里的黄油只够撑2天了。万象城客流量这么大，2天后我们拿什么卖给客人？我拍了拍小袁的肩膀，转身走进办公室，反锁上门。封杀我？陆振国以为用资本垄断本地渠道就能一手遮天，太天真了。我没有惊慌，而是从保险柜底翻出了一本厚厚的名片夹。那是我这2年跑遍国内外大大小小的烘焙展会，一家家磕下来的海外原产地供货商资源。我泡了一壶浓茶，准备打一场跨国商业硬仗。传统的供应链被卡死，那我就直接先翻这个棋盘。我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翻出那本攒了3年跑遍国内外展会积累下的原产地名片夹。我直接拨通了新西兰一家高级生态牧场负责人的跨国电话。史密斯先生，我是万象城的苏念。我开门见山，毫不拖泥带水，绕过国内总代，我们直接签直供。我承诺吃下你们在这个省2倍的出货量。对方有些犹豫，苏老板，这不合规矩，如果被国内总代知道，规矩是人定的。万象城现在的恐怖吞吐量，绝对值得你赌一把。4个小时的跨国拉锯战，我硬是越过了层层利益网，不仅拿下了新西兰黄油，还敲定了俄罗斯特种面粉的底价直供。2天后，陆振国的助理大摇大摆地走进我店里。他举着手机，屏幕那头是正品着茶的陆振国。苏念，冷库都空了吧？陆振国在视频里冷笑，年轻人别太气盛，现在低头认错，我不难为你。我看着手机镜头，嘴角勾起一抹冷嘲，陆老先生，您不仅固执，消息还很闭塞。我转身走出后厨，一把推开后门，将镜头直接对准了卸货区。轰！一辆印着海关封条的重型冷链物流车正轰鸣着缓缓倒车入库。空柜！陆老先生，睁大您的眼睛看清楚，这叫全球跨国直供。视频那头，陆振国手里的茶杯猛地晃了一下，
得意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而我的反击才刚刚开始。看着满冷库的顶级进口原料，我转头对小袁下达指令，把店里原来那些针对年轻人的花哨文案全给我撤了。小袁愣住了，啊，那换成什么？换成极简科普风。我敲了敲桌子，大字写清楚：新西兰南岛草饲黄油，零反式脂肪，俄罗斯极地高筋麦，无添加。主打一个口号，给父母最纯粹的健康。这招直接命中店里那些35到60岁注重养生的核心客群痛点，不仅没流失客源，复购率反而直线狂飙。眼看断粮计策落空，陆振国气急败坏，直接把炮火转向了5楼。姐，出事了！苏阳一脚踹开我办公室的门，眼睛通红。极光战队明天打预选赛，2个核心首发被星辰战队花500万违约金挖走了。星辰背后的老板就是陆振国。苏阳一拳砸在墙上，现在去哪找人顶替？这比赛没法打了。别慌，我递给他一杯水，眼神锐利。打游戏除了拼手速，更要拼脑子。我当着他的面拨通了一个业内隐秘的号码。K 神，我是苏念，开个价，带上你的顶尖战术分析团队，连夜飞过来。整整1个通宵，我和重金请来的退役分析师，带着几个战队替补，把星辰战队过往的比赛录像一帧帧扒了个底朝天，硬生生找出了他们所有的走位死角和战术破绽。明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资本是怎么在赛场上翻车的。预选赛现场人声鼎沸，星辰战队的经理嚣张地走到我们备战区，皮笑肉不笑：苏阳，不好意思啊，良禽择木而栖，你们临时拉来的那几个替补能抗住10分钟吗？苏阳嘎嘣一声咬碎嘴里的棒棒糖，冷笑：10分钟足够把你们打回原形了。比赛正式开始，星辰战队以为能轻松碾压，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无论他们怎么变阵埋伏，极光战队的替补们就像开了天眼，完美避开所有陷阱，并展开致命的防守反击。那份熬夜拆解出来的战术报告把对方克制得死死的。不到1个小时，极光战队2比0零封对手。那个嚣张的经理满头大汗的缩在通道角落打电话：陆董，我们输了，他们把我们的底裤都研究透了。电竞馆大获全胜，陆晨的新品牌也迎来了爆单。但陆振国彻底疯了，直接放出狠话：全省的加工厂谁敢接陆晨的生产单，就是跟陆家作对。我妈听完冷笑一声，把那张黑卡重重拍在桌上：她不让别人接单，老娘直接买一家工厂。下午，我带着资金坐在了本市最大的一家濒临破产的体育工厂会议室里。厂长激动的刚拿起笔要签字，会议室的门突然被砰的一声踹开。陆振国拄着紫檀木拐杖走了进来，目光阴鸷：这家厂我出双倍。厂长本来还在犹豫，一听这话两眼放光，手里刚准备签字的笔直接掉在了桌上。他搓着手，满脸堆笑地迎向陆振国。我坐在椅子上，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反而轻笑出声：陆老先生真是财大气粗，好大的手笔。既然您这么喜欢当这个冤大头，那这家厂我让给您了。我站起身，理了理外套，带着律师干脆利落地往外走，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擦肩而过时，陆振国冷哼一声，压低声音：算你识相，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回到车上，律师满脸焦急，忍不住问：苏总，这厂子被截胡了，陆少爷那边几10万的器械订单马上就要交货，咱们去哪找代工啊？我从包里掏出另一份盖着鲜红公章的收购文件，直接丢进他怀里。截胡？那是我故意放饵给他咬的。我看着车窗外陆振国得意的背影，冷冷地说：那家破厂设备老化严重，环保根本不达标，买下来光改造就得砸进去几千万。我今天上午早就派另一拨人全资收购了隔壁是一家设备顶尖的精密代工厂。第二天一早，陆振国的财务总监拿着那家破厂的交割账单和评估报告，满头大汗，连滚带爬地冲进董事长办公室：陆董，我们中计了。那家厂背着3个亿的隐形债务，设备全是被淘汰的破铜烂铁。陆振国听完，眼前一黑，猛地喷出了一口老血。砰！陆振国将桌上那套价值连城的紫砂壶狠狠扫落，砸得粉碎。被我摆了一道，白白填了3个亿的窟窿，陆振国彻底红了眼。既然搞不垮陆晨，他把毒手直接伸向了我妈。周末，万象城人流如织，正是一周生意最好的时候。突然，一个满脸横肉的光头大汉扯着嗓子，把一条断成2截的粗大金项链狠狠砸在我妈金店的防弹玻璃柜台上。大家都来看看啊！李氏金行黑心商户卖假货，我昨天刚给老婆买的金链子，今天一褪色，里面全是黄铜。骗子！跟着大汉一起来的，还有好几个举着长枪短炮、胸前挂着不明媒体吊牌的记者。他们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对着店面和围观群众就是一顿猛拍。人群瞬间围得水泄不通，万象城的10几个保安满头大汗的拉起人墙，都快拦不住愤怒的群众了。我正在楼上对账，接到小袁的电话，火速赶下来。光头大汉指着我妈的鼻子，唾沫横飞的破口大骂：今天不赔我100万精神损失费，我就让你们这家店彻底身败名裂，滚出这条街！我面沉如水，刚想上前理论，我妈却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她戴上老花镜，不慌不忙地拿起那条断开的项链看了几眼。
突然，他冷笑一声，从柜台底下摸出了一把平时用来砸核桃的大铁锤，100万，老娘今天连命都赔给你！砰！我妈挥起大铁锤，当着所有围观群众和镜头的面，直接砸了下去。那条号称价值不菲的项链，瞬间被砸得稀巴烂，露出了里面劣质的黄铜内心。光头大汉吓得往后一退，强词夺理道：“你这是销毁证据！大家快拍啊！放你娘的屁！”我妈中气十足地吼道，一把揪住光头的衣领：“老娘在这条街卖了30年金子，李氏金型的每一件首饰内侧都有黄金协会特批的微雕防伪钢印，你这破铜烂铁上有吗？瞎了你的狗眼！碰瓷碰到老娘头上来了！”我妈直接把砸碎的项链扔到那些假记者的镜头前，拿回去给陆振国交差，告诉他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丢尽了他陆家的老脸。话音刚落，门外走进来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带队的警官沉着脸扫视全场，是谁报的警？说有人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我妈一指那个光头警官，就是他们，不仅拿假金子勒索100万，这几个假记者还涉嫌损害商业信誉。我们店里360度无死角录音监控，全拍得清清楚楚。光头大汉当场被按在地，吓得裤子都湿了，连哭带嚎的全招了。只认识陆氏集团的人给了他10万块钱封口费。当天下午，警方通报一出，陆氏集团的股票因为这桩极其恶劣的丑闻直线下跌，全线飘绿。陆振国看着大盘，突然痛苦地捂住了胸口。陆振国气急攻心，直接被救护车拉进了重症监护室。病房里，他脸色苍白如纸，鼻子里插着输氧管，彻底没了往日那股高高在上、掌控一切的嚣张气焰。陆晨接到医院的病危通知电话，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站起身去了医院。我没有拦他，有些血缘上的羁绊和恩怨，必须他自己去面对和彻底了结。病床前，陆振国看着自己这个曾经最看不上的儿子，语气破天荒地软了下来，甚至带着一丝哀求：“陆晨啊，爸真的老了。那家破工厂的隐形债务拖垮了公司的现金流，假金子事件又让股票大跌，董事会那帮老狐狸现在都在逼宫，要把我踢出局。”他颤抖着伸出枯瘦的手，想要抓住陆晨的衣角：“你回来吧，只要你回来接手公司，跟那个苏念离婚，爸把董事长的位子直接交给你。陆家的产业不能落入外人手里啊！”陆晨站在原地，脊背挺得笔直，没有伸手去接。他看着眼前这个不可一世的父亲，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没有愤怒，也没有同情。爸，陆晨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决绝：“我不叫陆家少爷，我是苏念的丈夫。我的新品牌明天要在万象城开首家旗舰店了，这几份彻底断绝父子关系的协议，您签了吧？”陆振国猛地瞪大了眼睛，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音：“你个逆子！”陆振国猛地拔掉手背上的输液针管，鲜血涌了出来，他气得浑身发抖。为了一个卖蛋糕的女人，你连亲爹都不要了，连陆家几百亿的家产都不要了？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自己能活得像个人，不是你手里的提线木偶。陆晨放下那叠厚厚的协议，没有任何留恋，决绝地转身走出了病房，将陆振国的怒骂声彻底关在了门后。第二天，陆晨的晨光体育首家旗舰店在万象城4楼盛大开业。凭借过硬的军工级质量和极其新颖的科技感设计，开业第一天就彻底引爆了市场，拿下了50万的恐怖营业额，器械订单更是直接排到了3个月后。晚上打烊后，我们在4楼举办了小型的庆功宴，我妈、苏阳、小袁一家人聚在一起，举杯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陆晨喝得微醺，紧紧握着我的手，眼睛里闪烁着明亮的光。念，我做到了。你做到了。我回握住他，相视一笑。就在这气氛最热烈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不合时宜地响了。是万象城1楼保安室打来的。苏老板，这里有个从看守所寄来的加急同城快递，指名道姓，必须您本人亲自签收。保安的声音透着古怪。看守所？我心里咯噔一下，那里面关着的熟人只有一个，王强。他这种时候给我寄东西干什么？我拆开那个有些脏污的档案袋，倒出来的东西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保安递给我的是一个沾着污渍、透着廉价烟草味的牛皮纸袋。我撕开封口，里面划出一个黑色的 U 盘和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字迹潦草到了极点，是王强写的。苏念，我不想替人背一辈子黑锅。陆振国是个疯子，他现在要强购万象城，你们全都要死。我的呼吸停滞了1秒，我迅速将 U 盘插进办公室的电脑，没有复杂的加密，屏幕上直接跳出几十份扫描的绝密文件，全都是陆振国抵押了他名下仅剩的所有不动产，甚至是海外私人信托，向一家名为黑沙资本的境外地下钱庄借取巨额高利贷的流水账单。他的目的极其明确且狠毒，既然从外部打压不了我，他就要直接恶意收购万象城母公司51%的绝对控股权，他要当我的老板，然后再把我们一家从这里彻底赶尽杀绝。叮铃铃，桌上的内部专线突然疯狂响起，是万象城招商经理陈飞，他的声音透着极度的恐慌与绝望。苏念，出大事了！黑沙资本的人带着陆振国冲进了顶楼会议室，他们切断了监控，正在逼董事长立刻签下股权转让书。我猛地站起身，一把抓起桌上的 U 盘。
陆振国这是被逼到了绝境，宁可倾家荡产，引狼入室，也要拉我们全家陪葬。我冷冷一笑，踩着高跟鞋直奔顶楼会议室，想一口吞掉万象城，得看看你陆振国有没有这副好牙口。砰！我一脚踹开顶楼会议室那扇厚重的红木大门，长桌尽头，万象城的董事长满头大汗的被按在椅子上。陆振国虽然面容枯槁，眼底却透着病态的癫狂。他身边坐着一个满脸横肉的刀疤脸男人，正是黑沙资本的代表。苏念，你来晚了。陆振国得意地敲着手里的转让协议，声音嘶哑，这栋楼从现在起姓陆了。明天一早，你们那4家店的清退通知就会贴在大门上。我大步走到桌前，一把按住董事长发抖的手，目光如刀般直视陆振国。根据万象城公司章程第32条，重大股权变更必须经过全体股东大会表决。我手里有 15% 的股份，你们想强行控股，至少要提前48小时公示。刀疤脸阴冷地笑了，把玩着手里的雪茄，苏老板懂挺多啊，给你48小时又怎样？你想触发1票否决权和优先收购权，就必须在2天的期限内掏出5个亿的对等收购金。你一个卖小蛋糕的，拿命去凑这5个亿现金，这就不用你们操心了。我拔出钢笔，在公示期启动文件上重重签下我的名字，走出会场。陈飞急得直跺脚，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苏念，你疯了！48小时你去哪弄5个亿现金？银行审批最快也要1个月啊！我走向全景落地窗，看向马路对面那栋死气沉沉、被贴满封条的老商场大楼，微微眯起了眼睛，去找一个比我们更恨陆振国的人。看守所探视室，坐在防弹玻璃墙另一边的是老商场曾经的大老板周总。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原本梳得锃亮的头发全白了，眼窝深陷，穿着囚服，再也没有了当初要用钱砸死我的傲慢。你来看我笑话？他拿起电话，笑得比哭还难看。我没那个闲工夫，我是来给你送一条生路的。我看着他，直奔主题。你名下的老商场虽然破产清算了，但这栋楼连带地皮都在市中心的核心商圈，价值连城。把它抵押给我，我帮你还清拖欠的员工工资，保你减刑。周总猛地抬头，死寂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震惊。你要那块烂地干什么？万象城的体量还在扩大，我缺一个超大型的同城冷链物流仓。我直视他的眼睛，掷地有声。我拿你的地皮去银行做抵押担保，贷出5个亿。事成之后，新物流仓的干股分你女儿10%，保她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周总的眼圈瞬间红了，他做梦也想不到，在他众叛亲离、倾家荡产的时候，拉他一把的，竟然是他当初最看不起的租户。他颤抖着手，在抵押授权书上重重地按下了血红的指印。拿着这把破局的钥匙，我马不停蹄地赶到市总行。凭借这块黄金地皮和万象城现有的恐怖流水，5个亿的贷款一路绿灯。可就在行长准备盖章放款的关键时刻，他的秘书突然急匆匆冲进来，他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行长脸色大变，一把将我的贷款合同推了回来。苏总，这笔款我们绝对不能放。为什么？我冷冷地看着行长，双手撑在桌面上。行长擦着额头的冷汗，眼神躲闪。上面刚刚接到匿名实名举报，说老商场地皮存在严重的权属纠纷，且涉嫌违建，上头下令立刻冻结审查。苏总，您这是得罪了手眼通天的人物啊，我们银行不敢担这个风险。不用想，绝对是陆振国搞的鬼，他在利用他在本市最后的人脉做垂死挣扎。距离万象城股东大会只剩最后2个小时，5个亿的现金缺口像一座大山死死压了下来。难道真的要功亏一篑？就在我走出银行大门，大脑飞速运转寻找备用方案时，一辆越野车一个急刹停在我面前。陆晨大步跨下车，将一份印着外文的跨国电子汇款单拍在引擎盖上。5个亿现金，我凑齐了。我震惊地看着他，陆晨眼底满是红血丝，却笑得极其张狂。我把晨光体育的海外独家代理权和10年内的核心设计专利提前卖给了德国的体育巨头，钱5分钟前刚刚到账。他为了我，为了这场硬仗，毫不犹豫地梭哈了自己刚刚起步、前途无量的全部心血。走，陆晨拉起我的手，拉开副驾驶的车门，眼神锐利如刀，去教教我那个好父亲什么叫真正的倾家荡产。此时的万象城顶楼，距离大会结束只剩最后10分钟。陆振国举起香槟，看着手表狂笑出声，时间到。苏念拿不出钱，万象城归我了。就在他准备落锤的瞬间，砰的一声，陆老先生，香槟开早了，容易变味。我挽着陆晨的手，带着银行的高级专员大步踏入会议室。我将足额的5亿收购验资凭证狠狠甩在长长的会议桌上，滑到陆振国的面前。陆振国得意的笑容瞬间僵死在脸上，手里的高脚杯啪的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这不可能，银行明明冻结了你的抵押贷款，你一个底层的女人去哪弄这5个亿的现金？你以为全天下都像你一样只会玩阴的？我冷眼看着他，这5个亿全是由晨光体育跨国对公账户注入的干净资金。现在我正式触发同等收购条款，黑沙资本的入场权立刻作废。坐在旁边的刀疤脸猛地站起来，面露凶光，指着陆振国破口大骂：陆振国，你敢耍我们黑沙？
你借我们的高利贷，连本带利，今天必须吐出来，不然老子要你的命！你们这群吸血鬼确实没完！我从包里掏出王强给的那个 U 盘，丢在桌上。这里面不仅有陆振国借高利贷的合同，还有你们黑沙资本这几年洗黑钱的全部加密流水。我来之前已经实名报案了。话音未落，楼下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红蓝爆闪的警灯映照在落地窗上。刀疤脸脸色惨白，惊恐地踹开椅子，仓皇夺门而逃。陆振国绝望地瘫倒在椅子上，浑身止不住的痉挛。然而，就在全副武装的警察冲进会议室，准备给他戴上手铐时，他突然死死盯住陆晨，发出了极其阴毒的怪笑。全副武装的警察冲进会议室，冰冷的手铐咔嗒一声扣在了陆振国的手腕上。然而，在这个本该绝望的瞬间，陆振国却死死盯着陆晨，突然爆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抓我！好啊，我这把老骨头进去了也无所谓。陆振国疯狂地挣扎着，指着陆晨的鼻子破口大骂：但你以为你们赢了吗？陆晨今天也得跟我一起进去蹲大牢。我心头一沉，立刻把陆晨护在身后。你又玩什么花样？陆晨卖给德国巨头的那几项核心专利，我早在3天前就用他的数字签名和内部最高权限秘密转移到了我名下的海外空壳公司里。陆振国笑得五官扭曲，也就是说，他刚才卖给德国人的是盗窃来的商业机密，这是涉案5个亿的跨国商业诈骗，国际刑警马上就会来抓他。会议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那几个随行的银行专员脸色大变，如果专利权属有争议，这5个亿的资金就是赃款，必须立刻冻结。带队的警官皱起眉头，转头看向陆晨：陆先生，如果是这样，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跨国经济犯罪调查。陆晨的脸色瞬间苍白，他没想到自己的亲生父亲竟然会设下如此恶毒的连环套，宁可同归于尽也要毁了他的一生。等一下，我上前一步，直接拦在了警察面前。我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台轻薄的笔记本电脑，啪的一声拍在会议桌上，冷冷地看着陆振国：陆老先生，伪造数字签名这种把戏，你在我面前玩，是不是太班门弄斧了？你少在这虚张声势！陆振国咬死不认。我冷笑一声，直接将电脑屏幕转向警官。警官，我丈夫早就看透了他父亲的行事作风，在提交专利转让前，我就让我弟苏阳的电竞技术团队给公司内网的核心服务器加装了最底层的数字追踪程序。我修长的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调出一份密密麻麻的后台原始日志。大家看清楚了，这份服务器底层日志显示，3天前那份专利转移授权书虽然用的是陆晨的数字签名，但发起操作的 IP 地址根本不在公司。我指着屏幕上那串被标红的数据，这个 IP 精准定位在陆老先生位于半山别墅的私人书房，而且我们已经将这份底层数据上传到了不可篡改的区块链节点上，铁证如山，无可辩驳。警官看完数据，脸色彻底沉了下来，对着陆振国冷声说道：陆振国，你现在不仅涉嫌非法集资，还多了一项伪造电子证据和重大商业诈骗罪。带走？不，这不可能，你们怎么会提前算到这一步？陆振国死死瞪着大屏幕，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他引以为傲的资本手段被我用最严谨的数据逻辑碾得粉碎。极度的刺激下，他喉咙里发出一阵咯咯的怪声，两眼一翻，直接气得口吐白沫，瘫倒在地。救护车的警笛声和警车的鸣笛声交织在一起，陆振国被抬上了担架，黑沙资本的残党也被一网打尽，万象城的危机终于彻底解除了。然而，就在这天深夜，我和陆晨疲惫地回到家时，门缝底下却莫名其妙地多了一个漆黑的信封。我撕开那个漆黑的信封，里面没有信纸，只有一张烫金的黑色邀请函，落款赫然写着4个大字：京海财团。这是隔壁省最大的地下商业帝国，也是林娇娇背后那个神秘干爹的核心势力。看来拔出萝卜带出泥，我们扳倒了陆振国，却触碰到了更深层的利益网络。他们这是下战书了。陆晨搂住我的肩膀，那就让他们放马过来。我把邀请函随手扔进垃圾桶，眼神决绝。现在我们要先建好自己的堡垒。3个月后，老商场的拆除工作全面启动。我名下的新公司接管了那块黄金地皮，几台重型挖掘机日夜赶工，准备将其改造成全省最大的全自动化冷链物流中心。这不仅是我们商业版图的扩张，更是为了彻底摆脱任何供应商的物流前置。这天下午，我正在万象城视察营业额，工地包工头老李突然满身泥水，连滚带爬的冲进了我的办公室。苏老板，出大事了！老李脸色惨白，连说话都在结巴。慢慢说，别慌，工地塌方了。我赶紧递给他一杯水。不是。老李咽了口唾沫，指着老商场的方向。我们在地下30米挖地基的时候，挖穿了一堵加厚的承重墙，墙后面居然藏着一个巨大的地下防空洞。防空洞？那栋老楼的图纸上根本没有这个结构。老李紧紧抓着我的袖子，声音抖得像筛糠。苏老板，您赶紧去看看吧，我们拿切割机切开了防空洞的铁门，里面装的东西能把人吓死。我带着陆晨火速赶到工地，顺着幽暗的临时矿灯往下走，空气里弥漫着陈年的霉味。老李指着那扇被暴力切开的厚重防盗铁门，死活不敢再往前走一步。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铁门，手电筒的光束扫过去，眼前的景象让我和陆晨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不是什么普通的防空洞，而是一个经过精心改造的地下金库。成百上千个码放整齐的黑色防水保险箱堆积如山，其中一个箱子被工人不小心磕开了，里面露出黄澄澄的光芒，全是没有任何编号的足金金条。除了金条，还有成捆的受潮外币，以及一台被防水布严密包裹的独立服务器。难怪黑沙资本的刀疤脸当初急着强购万象城。我脑海里的线索瞬间串联了起来，老商场是他们洗钱的中转站，王强和陆振国都只是帮他们看门和洗钱的白手套。这笔财富少说也有10几个亿。陆晨看着我，念念，这钱太烫手了，金海财团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烫手那就不留。我眼神一沉，当机立断，立刻报警，把这台服务器连同所有赃物一分不差的全部移交经侦大队。这台服务器里的账本就是彻底捣毁这颗毒瘤的最佳武器。因为这波教科书般的大义灭亲，警方顺藤摸瓜，直接端掉了金海财团在本市的所有安装。为了表彰万象城，市里特批了免税政策，并举办了隆重的表彰晚宴。然而就在晚宴的最高潮，宴会厅的大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一个穿着白西装的男人在一群黑衣保镖的簇拥下，慢条斯理地鼓着掌走了进来。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大门口。白西装男人约莫50岁，眼神像毒蛇一样阴冷。他径直走到主桌前，随手端起一杯红酒，对着我遥遥一敬。苏老板，久仰大名。鄙人齐四海，金海财团的当家人，也就是林娇娇口中的那个干爹。齐四海嘴角挂着笑，眼底却杀机四伏。你不仅断了娇娇的财路，还把我藏在地下金库里10个亿的真金白银大方地送给了警察。你这手借刀杀人玩得很漂亮啊！周围的宾客纷纷倒吸一口凉气，谁都知道齐四海是个心狠手辣、黑白通吃的活阎王。我迎上他的目光，冷冷反击：齐董，脏钱就是脏钱，见不得光的东西挖出来晒晒太阳，不好吗？好，很好。齐四海冷笑一声，将杯中的红酒缓缓倒在地毯上，仿佛在祭奠什么。既然苏老板这么大义凛然，那我们就按商业规矩来玩。他转过身，对着全场大声宣布，从明天起，金海财团将切断通往本市的所有高速公路干线物流。苏念，你名下所有的烘焙原料、商场生鲜、体育器械，哪怕是一张纸，都别想运进来。他垄断了周边3省的陆路物流网络，这招封杀是想在3天内活活憋死万象城。3天。齐四海伸出3根手指，3天后你的商场断供，我看你怎么向全城的顾客交代。看着齐四海嚣张离去的背影，陈飞和几个高管急得团团转。苏总，高速干线被掐断，我们的库存根本撑不过3天啊！我却淡定地从服务生托盘里端起一杯香槟，轻抿了一口，露出了一个极度自信的微笑。谁告诉他，在这个数字时代，物流还只能靠4条腿的货车在地上跑了？齐四海垄断了公路干线，那我们就走天路和铁轨。我连夜召开紧急高管会议，将一张巨大的全省交通网络图重重拍在白板上，立刻联系新西兰和俄罗斯海外职工商，把原定的海运加公路冷链全部紧急升级为航空货运，产生的差价从我的私人账户里全额补齐。陈飞愣住了，脸色发白，航空货运？苏总，那成本可是翻了3倍啊！成本再高，也比被活活憋死强。我眼神凌厉，没有一丝犹豫。另外，立刻派人去跟省铁路局谈。老商场地皮旁边正好有一条废弃的工业铁路支线，我已经让人拿着地皮批文去跑特批手续了，要把我们的同城冷链仓和铁路货运专线直接接轨。接下来的3天，万象城表面上风平浪静，连一辆进货的卡车都没看到。齐四海的手下每天在高速收费站蹲守，拍着视频发在网上嘲笑我们是强弩之末。第3天清晨，齐四海带着一群黑衣保镖，叼着雪茄，嚣张地出现在万象城1楼大厅，准备看我们货架空空，被顾客围攻的惨状。苏老板，3天到了，你的面包柜里还能拿出1粒面粉吗？齐四海冷笑着推开我烘焙店的玻璃门。然而，当他看清店里的景象时，嘴角的雪茄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店里不仅没有断货，反而堆满了比以往更加新鲜、顶级的进口原料。不仅是我这里，4楼的健身房换上了全新的进口器械，甚至1楼生鲜超市的帝王蟹还在水箱里活蹦乱跳。这不可能！齐四海猛地转头，死死盯着我。全省的公路都被我封了，你这些货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齐董猜对了，还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拿出一份厚厚的航空货运单和铁路专线批文，直接甩在他的胸口。海外直飞本市国际机场，落地直接走省铁路局的货运专线，直达我万象城的地下冷链仓。齐四海，你以为你垄断了几个高速收费站就能掐住时代的咽喉？你不过是个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齐四海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引以为傲的物流封杀不仅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他手底下那些为了截胡而闲置的几百辆重卡，每天还在烧着高昂的维护费，让他血亏千万。好，苏念，你有种！齐四海咬牙切齿，眼底彻底爆发出杀机。既然商业规矩压不死你，那就别怪我用道上的规矩。齐四海带着保镖气急败坏地离开。
当晚深夜，万象城的安保系统突然全面瘫痪，几十辆没有牌照的黑色面包车趁着夜色将万象城所有的出入口死死堵住，几百个手持钢管的暴徒如黑色的潮水般向商场1楼涌来。砸！给我把万象城砸个稀巴烂，一个活口也别留！带头的暴徒一脚踹碎了1楼的玻璃大门。然而，就在他们冲进大厅的瞬间，原本漆黑的商场突然灯光大作，亮如白昼。等你们很久了。陆晨穿着一身黑色的战术背心，手里拎着一根实心钢棍，像一尊战神般从手扶电梯上缓缓走下来。而在他身后是4楼晨光健身房里整整200名浑身肌肉奔张、严阵以待的顶尖私教。不仅如此，5楼电竞馆的几百名热血男粉丝也拿着拖把和棒球棍冲了出来。你们祁董就派了这么点人来砸场子，看不起谁呢？苏阳叼着棒棒糖站在2楼冷笑一声。暴徒们看着这群体格是他们2倍的肌肉猛男，吓得倒退了2步。就在这时，商场外围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特警车从4面8方包抄过来，直接将几十辆面包车死死围住，水泄不通。我站在2楼的环形走廊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下面乱作一团的暴徒。这根本不是一场突袭，而是一场我早已联合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暴徒被悉数按倒在地，带队的警官拿着对讲机大喊：各单位注意，收网行动开始，立刻逮捕齐四海。此时，齐四海正坐在私人游艇上准备潜逃出境，可当他推开船舱的门时，却看到一个人正坐在他的真皮沙发上。坐在齐四海游艇真皮沙发上的，正是省公安厅的缉私大队长。祁董，大半夜的，打算去哪儿钓鱼啊？大队长亮出手里的逮捕令，目光如炬地看着他。齐四海面如死灰，一屁股瘫坐在甲板上。原来，从我们在防空洞挖出那台地下金库的服务器开始，警方就已经成立了最高级别的专案组。我故意在晚宴上激怒他，逼他出手封锁物流，甚至引诱他发动暴力强拆，全都是为了逼他露出底牌，将他的黑恶势力一网打尽。随着齐四海的落网，京海财团这座地下帝国轰然倒塌，林娇娇失去了靠山，涉嫌经济犯罪被提起公诉。而陆振国在看守所里听到齐四海覆灭的消息后，彻底绝望，精神失常，被送进了监管医院度过残生。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空的乌云终于彻底散去。3个月后，万象城不仅成为了本市的商业绝对核心，我们新改建的苏式冷链物流中心也正式投入运营，彻底打通了全省的生鲜与烘焙供应链。周末的晚上，商场顶楼的天台花园，我刚结束了一天的查账，揉着酸痛的脖子走出电梯。突然，原本昏暗的天台瞬间亮起了无数浪漫的星光灯，一阵悠扬的钢琴声伴随着晚风缓缓响起。天台中央，陆晨穿着一套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坐在一架白色的3角钢琴前，他的手指在琴键上跳跃，弹奏的正是我们当年结婚时放的那首曲子。周围布满了鲜艳的红玫瑰，夜风中满是醉人的香气。一曲终了，他站起身，大步走到我面前，没有多余的豪言壮语，他只是紧紧将我拥入怀里，下巴抵在我的头顶，声音温柔而坚定：念念，这段时间你辛苦了。我眼眶微热，伸手回抱住他宽厚的脊背，脑海里闪过这2年来的种种画面，从那个无人问津的破商场3楼被物业恶意涨租、断电逼迁，到后来破釜沉舟全家撤场，在万象城绝地反击，再到面对陆振国和齐四海的资本绞杀，我们一家人一步步硬扛了过来。如今，我妈的金店成了全省的金饰标杆，苏阳的战队拿下了全国总冠军，陆晨的体育品牌远销海外，而我的烘焙帝国也已初具规模。不辛苦。我靠在他怀里，听着他强有力的心跳，笑着说：因为我们在一起。我转过头，俯瞰着脚下这座灯火辉煌的城市。万象城的巨型 LED 屏幕上正滚动播放着我们的品牌宣传片。对面的老商场遗址上，一座崭新的城市公园正在拔地而起。时代的大潮滚滚向前，总有人被淘汰，也总有人迎难而上。我叫苏念，这是一个关于死扛到底，最终赢下所有的故事。